昨天有粉丝在群里跟我说，他新买了套别墅，还送了块菜地，关键是离北京不远，到这儿呢也就半个多小时。到底是啥情况呢？今天呢咱们就去看一看，要是好的话，咱们呢也可以弄他一个。我呢已经到达了这里，现在呢咱们一起去看看是个什么情况吧。重点是100万能买套别墅，这个呢的确是让人匪夷所思。然后呢还要再给块菜地，这不就是以后退休了想要的生活吗？难怪这个粉丝跟我在这儿显摆呢，像是自己捡到宝贝一样。刚才说呢还有菜地，咱们呢先去看一下。我去，这大块地，这也太大了吧！种上点青玉米，再种上点蔬菜，吃个啥的，喝个啥都够了。那咱们现在再去看看他住的地方是个什么样子的，这可能呢才是我今天最关心的问题。眼前呢这里看到的就是他住的地方，基本上是一个2层的房子，称得上是复式，也算得上是别墅，因为层高都比较正常。咱们现在进去看一下，看看这点银子能够得到一个啥效果。进来后呢，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大客厅，的确是也够不小的。北向的这边有一个独立的厨房和餐厅，南向呢有客厅和卫生间，这种空间利用起来的话还是比较好。咱们现在呢上2层去看一下。我的这个粉丝呢还是挺会搞的，这一弄呢把他北京的房子租出去，1个月租个7、8千，然后老两口呢退休再拿个1万多，这收入估计要比一个天天埋头苦干的经理生活要滋润的多了。现在上到2层以后呢，大家看有2个卧室呢，而且呢这2层的卧室也是一个比一个大，更重要的是还有2个卫生间，1人1个。好了，到这里呢咱们就把这个地方给看完了。具体是啥情况呢？其实就是老两口退休了，在北京待着无聊，想来乡下种种地，合计这么一算，拿着退休钱和租金，有钱还有闲，这生活你羡慕吗？今天带大家去看一下我朋友在北京边上100个 W 入手的一套别墅，跟我之前呢看的4、500个 W 的真是没啥区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带您看好房的牧羊。今天呢，咱们就一起去看看他的这个家里边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。见过别墅给露台的房子，你们见过白给上一整层的天台吗？据说是在上边不光是能养小宠物，还能在上边搞舞会呢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已经到了这里了，看样子这里还都是这种别墅。咱们呢现在话不多说，直接就去他们家里边看看吧。这块呢是他们家的一个入口处，进门这里呢有一个露天的过道，搭个棚子的话，这里呢也是可以相当于室内空间来用的，有点意思还是。往里边呢就是大厅的地方了，这里呢是个1层的空间，在这里呢有餐厅和客厅和厨房卫生间，基本上这个位置的功能都是齐全的。现在呢咱们再上到2层去看一下。2层这里呢基本上是卧室的区域，其实呢这种房子我见的是太多了，说心里话，不提白给我的话，我真是一点都不会心动的，看腻了。因为这边呢又是一个卧室，每个卧室呢还是都有着卫生间的，除了钱少的话，基本上跟4、500个 W 也是差不多。咱们呢现在就去看看人家说的这个大天台，这个呢就是上到天台的一个楼梯，咱们上去看一下。我去，这玩意儿也太大了吧！我以前见过人家在天台养狗的，这个完全就能在天台上搞舞会了。花了57万在北京边上全款买了一套房子，现在已经是过去12年了。这套房子呢现在到底能值多少钱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带您看好房的牧羊。我有一个粉丝呢，当时是在北三县买的房子，花了57万。那个时候据说是弄套房子就能妥妥的成为一个成功人士。大家呢都是北漂族，手里呢有点小票票，当然是想着定居了，直接到了现场就拿下了。当时呢是在2016年的时候，也就是房价1天1个价的样子。那个时候呢感觉房子呢一天有着很大的变化，每天呢都是有着不同的样子，狠心的就跟风了。当时是因为听了很多房虫的经验，买了东户，的确是没有错的。装修的时候呢也是人家白给咱们的，住进去之后呢也是比较舒服的。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呢是99.97平，公摊面积呢是32.25。当时呢是并没有在意的，使用面积呢大家可以算一下，因为当时并没有在意，只是因为公摊不懂，后来呢才知道有了公摊。当时一次性付清的全款是573687，算下来的单价呢是5738。但是后来在大城市混不下去的时候，准备回农村，
在卖房子的时候，挂到那种什么链、什么公司的时候呢，才发现不简单。他们的人呢，总是说我的房子现在是不值钱的，说是你看现在已经是2022年了，这一年呢不咋地，没人买房。粉丝问我，以前不是有很多专家说房子是可以抗通胀的吗？现在呢好像看不到专家说话了，专家呢都去哪儿了？真的是很少见到。等卖房的时候呢，你看看这还能抗通胀吗？现在呢好像已经看不到专家说话了，专家都去哪里呢？真的是很少见到。等到卖房的时候，你看看这还能抗得了吗？当时是乱七八糟的，什么房子基金啊，什么契税啊，下来已经60多万了，再加上装修费用、修整费用，这套房子投入了已经有基本70多万。现在房子一直在某壳子平台上面挂着，还有某家子上面挂着，现在的标价是70万。就这样，上边的那些后来干活的人还跟我说，再让我把价格往低挂一挂，说是这样的话可以好卖一些。现在差不多均价已经是7000了。当时我的粉丝是心情特别难过的。后来我跟我的粉丝聊完天之后呢，我跟他说，现在这个时候啊，状态不是你着急卖房子的时候，咱们得顺其自然才对。好多人也许是现在在等便宜，也许是呢过几年会好一点。大家说现在他这个房子是多少钱出售可以呢？他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卖房子吗？北京的一个大妈在北京边的郊区上花100来万买了套别墅，结果刚住了半年，肠子都悔青了。现在呢，咱们就去看看这边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。现在已经在这个路上边了，看到这个地方还是比较热闹一点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带您看好房的牧羊。我呢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方了。我进来之后呢，一看到这块呢有一个大菜园子，因为好多人都喜欢种菜。我先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。看这儿这个小北家的这么一个菜园子，家家户户呢都在这里边有这么一块菜地，不仅能住上小别墅，还能种菜，这种生活其实挺好的。咱们刚才看完那个菜园子以后呢，现在去看一看这个李阿姨住的这个房子。据说是他们刚住进去半年之后呢，全家人肠子都悔青了。咱们来看看什么情况。看前面这个小区的保安多狂，在这锻炼的，咔咔大晚上的保驾护航的。李阿姨这个呢，住的是一个地上2层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。她这个不仅是有一块自己的菜地，完了之后呢，还有这么一个小花园，自己家的门口还挺好。咱们进去看一下里边。这下进来之后，大家可以看到，直接就是一个大厅。我觉得这个小房子就地上2层来说，我感觉还是挺好的。然后再往里边看一下这个卧室，这个卧室呢是设计成了一个化妆台、化妆间了。从这个房间出来之后，旁边就是厨房，反正够家里边人去做饭了。当时他买这个房子的时候跟我说的是花了有个100多个 W。这1层这一块呢，还有一个卫生间，1层的卫生间是这样的。咱们去看看2层到底什么情况，让咱们的李阿姨全家人肠子悔青。小房子看上去挺好啊，木地板在大墙面刷的，壁纸贴着，大门看上去也挺高档。然后进来之后，你看这是一个2层的卧室，2层卧室这一块有卫生间，屋里边自己配的这么一个卫生间。然后进来之后，大家再看看这个地方是卧室的床位了，直接可以看到啊，装修的还是蛮高档的。干嘛还肠子悔青？这不住的挺好的吗？2层放了2个卧室，咱们再来看看这边。这边是这样的一个卧室，也是放着一张大床。这大床也挺好，其实看上去跟样板间一样。你看这衣柜里边还放了自己的家的衣服，这灯弄的挺好的吧？这不是刚才已经把他这个房子给转了一下，上下2层，然后每个地方呢，每层都有卫生间，2层呢还有2个卫生间。这房子其实住起来还是挺舒服的，干嘛要全家人肠子悔青了呢？后来问完之后才知道啊，是他们在这儿住了半年，这半年呢，他住的时间呢是不想回北京了，然后不想去北京市区里边了，不给回家了。这个老两口住着，住完之后呢，家里边的小孩要上学了，结果也不去给哄小孩。后来呢，说是在这儿住的挺好，不愿意回北京，嚷嚷了半天之后，全家人就开始，
怎么说呢？就是开始你跟我也不高兴，我跟你也不高兴，因为他想住，他想让他回，他自己家里的孩子呢想让他回，他呢想在这儿住着，结果就弄了个挺不愉快。那其实这个房子上看上去还是挺不错的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100W 在北京郊区买了套别墅，不仅周围的风景空气好，全年蔬菜水果都有人免费送，还能啥心的不用操，甩手就能当个房东收个房费，究竟是啥情况啊？咱们先去看看啥个别墅100个 W 能拿下。从这儿呢进去就是一个小院子，咱们再往里看看。这块呢进来是一个餐客大厅，基本上吃完饭转身就可以在旁边休息，联动起来的地方也是显得特别大。在1层的这边呢还自带了一个长辈的房间，里面的空间呢也是有个12-3平这么个大小。啥情况啊？据说是住在这里全年的蔬菜水果都有人免费送，而且呢如果是这个房子不想住，当下就有人要回收帮着给租出去。因为这里边呢有个大菜园子，每一年的夏天呢有蔬菜，冬天呢有大盆蔬菜。在1层的空间呢基本是厕所、厨房、卧室、客厅都有。那咱们一起呢再去2层看一看。上来之后呢，在2层这块设计了2个卧室。先来看看南向的这边，这个空间呢倒是挺大，门口这块呢还有个卫生间。再出来之后呢，左边这块呢还有一个卧室，2个空间基本上是差不多大的。同样这边呢也是有一个卫生间的。好了，到这里呢就是全部的内容。100多万买个阳光郡的别墅，住起来也是挺舒服的嘛。